小英参加节目时嘴没兜住，不小心给马哈的比赛抖了出来了。11月对阵马德莱纳，这场真有那么好打吗？大家都知道马德莱纳强在拳法，但很少有人能精准指出他拳法强在哪儿。在木之看来，是他历史级的切角度能力，对角度的运用以致炉火纯青。这也正是马哈本场的攻坚难点，想破解切角度很难靠应对的备战优势，只能提升拳法基本功。切角度不止于横向移动和躲闪，而是攻防一体，通过精确的脚步移动和身体转动，改变自己和对手之间的相对角度和位置，从而避开对手的打击，攻其薄弱。这在拳击里是比较泛用的技术，但到了 MMA， 大家都是小拳套加阵地战，谁能掌握并充分利用切角度，谁就能在拳法上占据优势。因为 MMA 它不像拳击，选手们给拳法的训练资源并不多，很难面面俱到，所以衡量 MMA 选手拳法的标准主要看3层。第一层是基本功，发力、移动、精准、闪避、防守、距离。第二层是打击立体度、组合连击、适应能力、抓机会能力。第三层则是假动作，打时间差、打角度差。掌握第一层就到达了及格线，掌握第二层就有争夺排名的能力，掌握第三层就能跻身量级拳法的第一梯队，再往上就能点专精了。争夺现役拳法第一的2位，托普利亚加载均衡，还有顶级团队赛前帮他针对性洗点。当然前提是他本身技能点多。马德莱纳团队资源没那么好，就点出了打角度差的终极技能顺闪拳。上场打大眼有很多次赏心悦目的切角度打击，可惜不能放原画。最有代表性的在第5回合3分58和1分48，打出了2套角度差90度以上的打击，还是直拳不是摆拳，头部左侧来一拳，瞬间环绕不绕到右侧再来一拳，视野以外的拳最重，因为没有防备，所以你会看到马德莱纳打拳有时怪怪的，连击有莫名的卡顿感，完全没有彼得岩、钻石、托普利亚那种流畅感，其实就是他在找角度，让拳路绕开对手的视线和报价，不强求全身的连贯发力，找到最佳位置，即使是单靠手臂把拳推出去送出去，也能造成不亚于全身发力的打击效果。包括你看他在中近距离拼拳，也总是扭着身子，双手下放，跟佩雷拉一样。他俩在笼边中近距离围堵对手也是一个路子，角度大于精准大于发力，就像嘴炮老先生的名言，精准战胜力量，时机战胜速度。这也是地面出身选手跟站立出身选手最大的区别。拳感跟脚感一样，都是需要时间累积的。地面出身选手转型 MMA 有核心力量基础，拳只是够用甚至超标的，但拳感练不出来，只能重发力不重精准。站立出身选手则恰恰相反，马哈作为地面出身选手，能在转型后把精准度练起来实属不易。为什么还难以应对马德莱纳的切角度？因为建立在切角度基础上的是他的真双架和体能分配。没错2天一流真双架行列，继蜜糖、神奇、南非后又加入元猛将。马德莱纳在正架反架都能打出效果，还有丝滑的打击换架、移动换架能力，让他能切的角度更多更大，移动轨迹更难预判。其他选手能切的角度可能是45度、60度，他能用双架扩展到180度，可以一直绕着对手的弱侧打。然而这么强的技术也是有限制的，他需要把对手的反应和速度降下来，不然大幅度的移动换位切角度很容易吃到迎击，况且自己的体能也不支持一直这么玩。所以马德莱纳在回合的前半程基本不去切角度，转而去打更节省体能的直线距离拉扯、踢腿打刺拳，找空隙塞后手，后半程才会解开封印切角度。打大眼就很明显马德莱纳赢下的回合都是前3分钟换拳换的有来有回，后2分钟单方面暴打大眼。打这种风格还是要靠硬数值，也就是长臂斩，换直线拳有先天优势，面对切角度又有防守距离这一天然屏障，前手一架就能规避很多打击。马哈1.8米的臂展明显不太够用，在战力上很难不吃亏，地面倒是很有机会，不过我选择放到下期讲。